说实话，最好不要去做跟死人相关的工作。我曾经为了搞快钱，去火葬场抬过尸体，那些断手残腿都要收拾干净，这还算好的。有一次我抬着蒙着白布的担架，躺在上面的人竟然动了，一时之间我都不知道他是死的还是活的。我和师傅所做的抬尸工作，具体是指对无名无姓、没有亲属认领的尸体的搬运。最典型的有流浪汉死在街头，社会相关机构人员把尸体运送到火葬场，我们抬最后一程。也有天灾人祸里死亡的，尸体破损严重，缺胳膊少下肢都算是好的，有的面部损毁厉害，甚至头直接没了，警方都无法辨认与核对，登出信息也没有人来认领，最后不得已要火化。一开始我压根儿想不到还有这种活，正常人谁会去干这个？但你们想想，如果一场天灾里死了很多人，横尸遍野无人收拾，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？我师父就是考虑到这个，所以才从事抬尸工作的。多年前南方发洪水，我们那儿很多不幸的人死于水灾，那些泡发膨胀的无名尸首急需处理，火葬场员工日夜工作连轴转，又顶着极高的精神压力，终于有人绷不住跳河走了。据说是他在搬运尸体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妻子，仪容极为难看，他一时承受不住，大家伙都慌了。一是身体与精神压力实在太大，二是家里有人口失踪的，也担心抬到自己的亲人，一时之间抬尸工作难以推进，上面也束手无策。这时我师父站出来了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商贩，在那次水灾里，家里只剩下老婆了，老人孩子一共3口都没找到，包括尸首。他主动要求抬尸，还带着老婆一起。大家被2口子的精神鼓舞到了，除去家里有人失踪的，剩下的又都投入到抬尸工作中。可怜的是，抬尸工作都结束了，也没发现师傅的老人和孩子。他和老婆在火葬场失声痛哭，在场的人无不掩面揉眼，神情黯然。自那以后，这种无人认领的尸体搬运工作，师傅就主动的接下来了。这工作算是比较特殊，而且并不是火葬场的编制工，说白了就是个编外打杂的。最苦最累的活就得是我们顶上，因而基本没人愿意长期上岗，所以和师傅做搭手的基本都是临时工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为这个事儿，师傅也吃了不少苦头，我们后面讲。对了，我师傅姓严，火葬场里的人都叫他老严。我遇到他的那年，他正值50来岁的壮年时期。抬尸工作并不饱满，我们辖区也不是每天都有无人认领的死尸，所以这个只能算是兼职。师傅平常也有自己的主业，说出来你们绝对吓一跳，做手抓饼。真的很难想象他在火葬场抬着或许即将腐烂的尸体，如若有一些残存在外的肢体，还需要去用手捡起整理一下，过后同样是用这双手做着手抓饼，谁敢吃啊？再说一下我吧，当时选择去抬尸，其实就为了搞波快钱。那会儿我大学刚毕业，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搞钱，我什么都做过，所以也踩过不少坑。被骗钱是家常便饭，什么会费啊、保证金啊，这还是小场面。我最不能忍的是教唆我去搞诈骗。搞钱就正正经经的，情愿苦点累点，也不走歪门邪道。某次在一个兼职群里，有个小伙伴说有个高回报的活，做完力竭，胆大的来。做兼职还需要胆子大，我倒是十分好奇，
但更多的是又是高回报又是能力竭的。对于我这种要捞快钱的，能不心动吗？我赶紧私下联系了他，这才知道是抬尸体。起初肯定是害怕的，甚至想一口拒绝，但债务缠身，低人一头，最后还是决定去了。初见师傅，他很冷漠，我主动的打了招呼，他只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显得不是很满意，估计是觉得我年轻干不来，当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。我直接对他说了，只要钱够，抬鬼我都愿意。师傅像是被我逗乐了，停下正在穿防化服的手，正眼看了看我，说2000块一次，2个小时完事儿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火葬场每次给师傅3000块，工作时间不固定，要看来的尸体有多少和复杂程度。一般来说半天左右就行，长一点的耗一整天也不是没有。那次我完全是狗屎运，2小时就可以完事，关键是师傅把大头给我了。我想他指定也是猜出了我急需用钱，不然哪个年轻人能来火葬场找事做？这不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抬尸简直是人生职业的地狱开局。谈好价格，师傅就领我进去穿衣服，比较简单的白色防化服，还有口罩、医生手套等等。其实这个穿着很正常不过，毕竟是抬尸体，有些情况糟糕的肉身可能早就开始腐烂了，有效隔绝病菌是必须要做的。只是对于这个抬尸工作，确实对我冲击太大，乃至于近几年闹起的疫情，每看到医护大白，我都会想起那一年的火葬场。师傅简单的给我交代了几句，做事的时候不要话多，叫抬就抬，说收拾就收拾，确实需要沟通的，小声的传达。另外，如果感到不适，及时的和他说。我以为我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包括物理和心理上的，但第一次看到尸体，腿还是软了下来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是一瞬间没了力气，差点要跪下去的时候，师傅拖住了我的手，小声的跟我说，暂时就站在旁边等吩咐。师傅独自一人在收拾尸体，因为太过于害怕，我就眯缝着眼看。我想很多人应该可以理解那是什么动作，跟你们独自一人看鬼片是一样的，眼睛睁了又没完全睁，看了也没完全看。那应该是个冻死的流浪汉，衣着单薄且破烂，不过不像是正常的破损，更像是被撕咬的。当时没有细想原因，我光顾着捂鼻子去了，因为尸体散发的臭味实在太大了，应该是过了很久才被发现的。师傅后来和我说了，那些撕咬痕迹应该是野狗所为，流浪汉生前可能在桥洞等隐蔽性场所避寒，因前阵子下了大雪，估计没挨过来，饿到极致的野狗们循着臭味就找到了。脸没了一半，胸腔里的内脏都空了，大腿也直接撕破了，筋骨都明晃晃的，周边和着血泥。师傅收拾好，盖上了白布，才招手让我过去抬，特意吩咐我走在前面，不至于低头就看到整个担架。毕竟是第一次，我感觉到自己手脚都不稳，上边一直在抖，下边像踩在棉花上似的，压根儿就不踏实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一个踉跄，担架歪了一下，师傅在后边很用力地纠正着，但依然有东西掉了下来。师傅示意放下担架，我下意识地往后看了看，他正捡起地上的一根手指，指根都是烂的，抬到火炉旁，因盖着白布，基本不恐怖。火葬场员工们也过来搭把手，一起把尸体送了进去。我立马跑了出去呕吐起来，胃里的酸汁儿倒涌了几回。关键是我他妈哮喘发作了，
一时之间吸不上气儿，可能是真的是被刺激到，神经过于紧张。师傅看我喘得像驴一样，他也吓坏了，连忙扶着我坐下，不断地抚摸我的背，给我顺气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缓过来，就没什么事儿了。但师傅却脸色铁青，问我是个什么情况。我突然感觉到事情不妙，连忙给师傅解释，说我这只是轻症哮喘，遗传的，真不碍事儿。师傅，你可别把我给炒了，我真的需要钱。说的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搞得师傅都不好意思了。他没说要炒掉我，但以后来抬尸前必须吃好药。我说吃药没用，因为我是不耐药体质，各种药吃了个遍，不起效。以后带个哮喘吸入器就行了，随时吸吸氧，保准没事。师傅这才放心下来。歇息过后，我和师傅又搬了2、3趟，后面都很顺利，尸首也基本完整，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。我心里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。不过至今人觉不妥的是，当时不应该戴着眼镜，视线不小心晃到尸体上，那僵硬的表情，有的甚至还睁着眼睛，我看得特别清楚，确实心生害怕。这一点师傅就有点老江湖了。在收拾第一具流浪汉尸体的时候，他戴着墨镜，其余的就没有戴了。难道是觉得一般尸体都太小儿科？这一点他专门和我说过。胆子再大的人，看久了尸体也会害怕，毕竟曾经那也是活生生的人，看多了就会联想往后的自己。戴着墨镜就像是隔着一层保护色，看什么都是暗灰色，恐惧感自然减少了许多。脱掉防护衣具，师傅点了2000块给我，看我情绪稳定了许多，问下次还来不来。我想都没想就说来。你想啊，2小时给了2000块，我干了小半年兼职，就没碰到过待遇这么好的。而且师傅老严这人，说实话挺好的。且不说他偷偷的多给我钱，就说我初到职场，人家态度和善，四处提点。光凭这个，我给他磕个头都不为过。但是师傅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，我以为他不想再让我来了，觉得我办事不力。没想到他点了点头，还邀请我去他家吃个饭，说有点事需要交代一下。要说那会儿，我觉得师傅是个性情孤僻的人，如果没点那啥特别的，怎么会做抬尸体这种事儿呢？所以他请我去吃饭，着实让我有点意外，同时也缓和了一定的紧张气氛。这不是指我和他的关系紧张，单纯是工作环境和内容造就的。直白点说，我觉得是师傅挺有温度的一个人。随后我就跟着师傅回家了。我们当地的火葬场比较偏，出进就一条很深的路，离外边的大道约有1-2公里。路两边都栽满了绿油油的树，不大，但枝叶茂密，把路包裹着，仿佛与外界隔绝了，所以走在里面非常安静。我记得师傅走路很有个性，低着头背着手，非常专注，所以很快。我这年轻小伙的脚力完全追不上他，我小跑几步跟上去，想问问接下来什么时候出活。他摆摆手，示意我不要说话。到他家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，那太不像个能住人的房子了，处在一条路拐角，正常来说是电线杆子的位置，非常小。小到什么概念？大家在农村待过的话就知道，一般外边都会有土砖或者红砖盖的公共厕所，男女各一间。师傅这房子就是那般大小，无非高一些，达到正常房屋的高度，上面盖着密密的黑瓦。师傅打开门进去一看，这压根儿就不是人住的地方。
正当间摆着香堂，上面放着日常祭奠的上香坛子，两边放置红烛。香堂下有个稍矮的红木方桌，上面摆放了几个空碗，碗旁边配着小酒杯和筷子。桌子中央是烧鸡和水果，布置得像开席似的，到处也擦拭得干干净净的，十分肃穆。师傅点燃了红烛，又点了6根香，递给我3根。他先拜了画像，又示意我拜拜。插好香啊，我看那烧鸡像是今天摆上去的，虽然没了热气，但依然带着些许肉味。师傅从香堂底下拿出一盆糯米，将画像对着一盆水，把双手插了进去，来回的擦洗。完事后又让我洗一遍。最后是屋子右手边一块正常的家用浴室防水布，拉开后里面是洗澡间，热水器、喷头一应俱全，旁边还安置了置物架，上面摆着医用消毒酒精。这不用问，他老人家是要洗洗。拉上布前还嘱咐我一定不能出屋，在旁边等会儿，但千万不要靠近香堂和桌子。说实话，我也猜到了师傅这么些操作的用意，大概是慰藉我们抬过的那些亡灵，烧香祭奠，一路走好。但糯米洗手，我想他是香港僵尸电影看多了，糯米可以消弭尸毒。怎么说呢？很多东西科学无法解释，可以不信，不过做了也无害，相反还能图个心安理得。我也洗完澡了，师傅领着我出了屋，锁好门，往旁边路走了去。大约走了半公里路，到了一间平房。这回是正常了。师傅推开门，师娘正忙活着摆碗筷，桌子上摆着3个菜。师娘说还有一个汤，让我们等等，就钻到后屋去了。趁着只有我们俩人，我问师傅前面那小屋是什么意思。师傅斟了2杯酒，边抿边说那是供亡灵们吃饭的地方。我们抬的尸体大部分都是非正常死亡，相当冤屈，更何况还无人认领，都是带着几分怨气的孤魂野鬼。我们送他们最后一程，师傅担心他们会一路跟我们回来，所以先到小房子摆上香火，以告慰藉。但画像钟馗也明确地告诉他们，我们终究是阴阳两隔，吃完这顿各自上路。师傅也带着一身清净回归正常生活。我当时觉得有点扯淡，但说实话，如果你真去抬过尸体的话，那种直面残损死亡所产生的恐惧，确实会让人心生杂念。当然，我选择相信师傅是觉得他善良，正如我们会在清明过年祭奠死去的人，是对他们的念想。那些无人认领的尸首同样也是生命，难道不也值得念想吗？对于师傅来说，他心里自然是能得出肯定的答案。当然除此之外，师傅总算进入今天请我吃饭的正题了，那就是抬尸的一些规矩。师傅说了，坚决不能向外透露抬尸这项工作，否则会有霉运。对于正常人来讲，哪怕只是看到尸体都觉得晦气，一旦别人知道你和尸体打交道，多少会有避嫌情绪，害怕你嫌弃你。想象一下，你活在一个被所有人嫌弃并厌而远之的世界，即便是产生自杀的念头都不为过。规矩之2就是小屋子在师傅的理解里，那就相当于阴阳两界的分隔线，他既送走了别人的肉体，也让灵魂得到片刻的慰藉。确实，我也比较尊重师傅摆香堂，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一颗善良的心。小屋子另一个重要点在于清洁，尽管我们在火葬场完事后会清理自身，
焚烧防护用具、大面积消毒之类的。但回来后，师傅依旧会在小屋子里洗澡，再三确认干干净净后才回家。规矩之3，就是师傅强行要求我和他们同吃住。初一天，我和你们一样会觉得难以理解。师傅给出的理由还是小屋子那一套，阴阳相隔，做不到的话，那些亡灵跟着你游荡人间，一定会出乱子的。师傅曾经有个特别喜欢的帮手，也是经人介绍过来，很能吃苦。关键是胆大心细，第一次就敢直面尸体，一些细碎掉落的肢体捡起来，就像是捡起树枝一样稀松平常。而且他会细心地整理尸体的仪容，拉平衣服，清理脸上的脏东西，一切事情表现得像个老手。他的习性也和师傅很像，表情简单，不爱说话，做事麻利，以至于火葬场里大伙都叫他小严。师傅还把手抓饼的技术传给他了。小严之前也和师傅同吃同住，不过没多久就自己搬出去住了。我深知原因，不过师傅绝对弄不清楚为什么小严要搬走。现在想想那原因，我都觉得有点难以启齿。怎么说呢？尽管那会儿师傅50岁了，但隔3差5的晚上和师娘激情运动声响还不小。说实话，对于我这个气血正旺的年轻人来说，哪里顶得住啊？我相信小严也是顶不住的。他在的那会儿，师傅才40多，耳听长辈的私密之事，第2天见面也尴尬不是？小严搬走后3个月他就出事了，据师傅说出的事情还不小，犯了很严重的罪。大多数不抬尸的日子，他就到大学城附近摆摊儿，生意非常红火，收入也很好。他一度都不想回去抬尸了，甚至劝师傅也别干了，爷俩一起当大学城的抓饼王。师傅自然没有答应，还说他做事有杂念，实在不行就别再来了。小严心灰意冷。再后来他就被抓了，是因为有10几个大学生严重腹泻进了医院，里面几个还进了重症室。警察调查发现，他们都吃过小严做的手抓饼，医院检测是感染了某种病菌。小严也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判了很久。师傅去探望他的时候，问他是不是没有遵照自己所交代的。小严说，小屋子是有的，但最后一次抬尸是在周5傍晚赶回去后，担心赶不上出摊时间，那天又正热闹，就忘了去小屋子祭拜和洗澡。在我搬出师傅家后，他就对我很冷漠了。我想师傅是担心小严的事儿再次发生，或者说我搬出去这事儿本身让他触景生情，想起了小严。当然我也学聪明了，之后每次抬完尸，我依旧是和他一起回家，在小屋子里祭拜和洗漱完，才回到自己的租房。我本以为这份兼职能够做得顺顺当当，粗略一算，1个月抬那么个4、5次，5000块保底到手，我再去弄点其他的，也能活得比较滋润。但人生哪能有太多顺风顺水的？某次抬尸，我和师傅算是翻车了，把自己抬进局子里去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傍晚时分。由于昨晚我通宵打游戏去了，白天一直在睡觉，师傅一个电话把我催醒了，说来活了，但不要去火葬场。随后给我报了个地址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不会去到现场抬尸的，有的涉及后续调查或者取证之类，我们贸然动尸会破坏现场。但运送到火葬场的一定是确认好可以火化的。尽管感到奇怪，我还是如约前去了。
真正的诡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记得到了约定地点后，看到了一辆警车和火葬场的面包车，师傅和一位着装普通的人站在一起。他给我介绍那位普通人是警察。警官说，附近高速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，2辆车高速相撞，2位驾驶员当场死亡，而且尸体损毁严重。他的同事已经完成了现场勘查工作，我们火葬场离那儿很近。他已得到批准，先把尸体抬到火葬场。到达现场后，没有一个人，警察解释同事已经走了。那个地方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连师傅这个老土著都说不好具体位置信息，毕竟是高速嘛，人迹罕至。2辆车翻到了高速外边的草丛里，其中一辆拦腰撞倒了树上，成了个 U 型。据说人甩出去10几米，8成是没系安全带。师傅简单的看了看现场，又掀开盖在尸体身上的白布看了看，准备掀开第2具的时候，那警察突然走过来拦住了，还吼着说让我们动作快一点，抬上车就完事儿，不要耽误功夫。师傅冷着脸没理他，在附近像找什么东西。我跟着他，看到周边树上都染着血，太像凶杀现场了。师傅蹲下来拨开草，捡起一个东西，我凑过去一看，半边耳朵，妈的，当时真吓死我了。第1具尸体毁得比较严重，我和师傅抬得格外小心。第2具尸体就是师傅没能掀开白布的，有点奇怪，很重。虽然网上说人死后体内食物或者水分会被分解蒸发，尸体自然会变轻，不过我始终觉得这重量变化应该是不大的。但抬第2具尸体，属实和此前抬的尸体手感大不相同。因为这次师傅照旧让我抬前边，所以我也无法去窥见什么。回到火葬场的时候，全面负责工作的秦主任站在外面，他和警官聊了几句，警官就走了。秦主任又和师傅说了几句，也走了。师傅站在面包车旁边，我过去问他尸体还抬下来不，师傅只说了句等天再晚点，又额外的补充道，今晚守夜，就是在晚上看守尸体嘛。我半天没回过神来，属实是有点被吓到了。师傅大概是看到我被吓傻的样子，就和我解释为什么要守夜。有时候一些无名尸首抬到火葬场，警察需要登消息寻找亲属，不能立即火化，大多放在焚烧大厅旁边的偏室，尸体就摆放在地上，用白布盖着，担心晚上周边一些动物闻着味儿过来咬尸体，就需要有人守着。此外，还有人趁黑潜入火葬场偷尸体，而且女尸被偷的概率更高，我十分不解。师傅说，都是偏远地区的住户，受封建陋习影响，给还未成家就去世的晚辈配阴婚，我这才恍然大悟。一般来说，守夜价格会更高，一晚能有3000块。听到这儿，我顿时来了精神，反正有师傅一起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，于是便满口答应了。我问师傅尸体会停放在哪儿，他问我想干什么，我就说先去看看。这老严还一脸鄙视，说我胆子变大了吗？实际上我察觉到那天火葬场有点奇怪，几乎没什么人，只有守着锅炉的陈老头在，他一般是不会出锅炉房的。等到天完全黑了，真的是那种黢黑，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。我和师傅把2具尸体抬到了偏室，摆放好后，师傅在他们朝头方前边一点，各自点上油灯。
准备妥当就打开了地铺锦衣床。我当时还怪他怎么就准备一床被子。师傅突然很严肃地和我说，今晚他一个人就行了。我愣了，被他这一出搞得又糊涂了。怎么着？是不打算让我挣这个钱独吞呗？我想问原因，但师傅说话很重，如果不照他的话做，以后就别想干这活了，基本就是和他一刀两断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就此断了财路，只好走了。师傅最后说了一句，今晚守夜的钱会如数的结算给我。这更让我觉得奇怪了，我虽爱钱，但也不受嗟来之食啊。没干这个活，我拿这个钱干嘛？正想和师傅论几句，他摆了摆手，让我赶紧走。第二天，火葬场那边就出事了，2具尸体丢了1具，我第一时间反应就是盗尸，怎么偏偏就发生在师傅身上？这压根儿就不算完。警察赶到火葬场，带走了尸体以及师傅。随后我也接到了警察电话，说让我去配合调查。高速那起事故现场被路政维护的发现了，报告给警察。经过调查，原来那天傍晚的警察压根儿就是假的，警车上的拉花也是自己涂装的。剩下的1具尸体经过尸检，发现在出车祸前就死亡了，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，身上也到处是被小刀扎出的眼儿。我和师傅能交代的就是假警察让我们去抬尸体，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当时来看，警察从一起交通事故找到我和师傅，以及那具没被偷走的尸体，继而是在尸体上发现了非车祸死亡原因，而且有着极其显眼的他杀伤口。到这里也没什么线索了，当务之急是抓到假警察。我和师傅作为重要嫌疑人，暂时被扣在警察局。说严重点，我和师傅杀掉2人，借工作之便火化尸体，就此毁尸灭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夜晚在看守所里，我问师傅，当时抬第2具尸体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？他说，他一上手就感觉到不对劲了，所以故意很大幅度地倾斜了下担架。这个我太记得了。师傅一般抬尸体很稳，在我第一次脚软的时候，他还骂我了。担架倾斜那会儿，一般来说那个幅度大概率会导致尸体掉下来，即使没掉下来，手也会甩出来的。诡异的是，尸体竟然安然无恙，手也没露出来。但他看到了一个小细节，白布边缘有突然握住的动作，也就是说，白布之下99%可能是个活人。那个动作就是人要摔倒时下意识地捞个东西抓住。就在这儿，我想起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。可以说，这10多年来，我一直认为是我为我和师傅洗脱嫌疑所做的居功至伟的一件事，当然也是歪打正着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刚说到的，当时尸体拖回来后没及时的抬下来，我借机去看了停尸的片室。其实我是有自己的打算的，我当时就觉得守夜是多么刺激的一件事情，我要是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，这么猎奇的话题放到网上，那绝对是流量密码了。所以我到片室的时候，就在角落藏了一个 GoPro， 不管第2具尸体到底是不是活人，那晚尸体凭空消失不见的过程一定被记录下来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警察，很快的，警察拿到了 GoPro， 录像里那具尸体果然是活人。半夜的时候，他偷偷地爬了起来。警察在给我转述的时候说，他们女同事都吓得半死，并且借着那人头前的油灯微弱的光亮，
看到远处门口还有个身影，师傅说要亲自看看录像。他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那就是秦主任没跑了。”警察先是控制了秦主任，又经过现场留下的证件，确定了逃跑尸体的身份。全是围追堵截地抓住了他，就叫战某吧。据战某交代，另一具破损严重的尸体就叫被害人吧，生前就是他杀害的。原因是战某最近独自开了一家公司，被害人是第一个来面试的。被害人不满意薪资待遇，嘟囔了几句不好听的话，譬如什么垃圾人都敢开公司。两人发生口角，随后扭打在一起。战某占据上风，掐住被害人的脖子，被害人垂死挣扎，翻身压制住战某。战某情急之下抓到桌上的办公小刀，往被害人身上狂扎。被害人倒地后，战某解开皮带缠在被害人脖子上勒紧，直至被害人断气死亡。战某第一时间告诉给了叔叔秦主任。秦主任想，当下社会杀人基本跑不脱的，战某和被害人此前并没有任何交集。如果二人在高速发生事故，当即死亡，就能顺理成章地掩盖被害人的真正死亡原因，再利用自己在火葬场当权的便利，安排战某死尸复活，半夜逃走，躲避一段时间后换个身份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于是秦主任导演的高速事故戏就展开了，后面的大家也就知道了。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比较大，一是杀人，二是死尸复活，多么有噱头，眼睛口舌多了。围困在事件当中的无辜人也会被曝光在公众之下。师傅抬尸这件事也被大家交口相传，我和师傅的嫌疑自然是没有了。秦主任和其杀人犯侄子就那么幸运了，统统的被逮了起来，各自判了刑。但我和师傅的日子也没那么好过了，原因在于师傅去火葬场抬尸的活被大家知晓了，邻居们每次看到都指指点点，背后议论，久而久之，连师娘都深受其扰。家门口无缘无故的被人泼了尿粪，还有人烧纸钱。这就是师傅之前说的规矩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抬尸这个事儿。人家当你是瘟神，会招致不幸和霉运，自然有气会撒在你身上，用这种恶心人的方式赶你走。师傅确实被逼得没法了，日子过得也是鸡犬不宁的。他甚至有打算放弃抬尸的想法，带着师娘远离这个地方。我倒是有点慌了，师傅要是走了，我一个人指定是不敢干了。那我去哪儿找报酬这么高的兼职啊？正焦急着，事情又有了转机。火葬场出了这种事儿，多少也是个丑闻，而且闹得比较大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。我们当地民政部门迅速地整改火葬场，派了新的主任，姓张。张主任上任第2天就找到了师傅和我，说准备成立特殊尸体运管处，相当于火葬场的应急管理部，专门处理天灾人祸导致死亡又无人认领的尸体。其实就是师傅之前干的活，只不过现在可以算作是内部员工了。而且这个事儿就交给师傅抓，老剁手人家放心。张主任承诺有基本工资，另有特殊工作补贴，还给缴纳社保。好家伙，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，快把我搞高潮了。也就是说，师傅和我算是正式员工了。我和师傅人都傻了，四眼一对，愣住了几分钟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我也没想到干个兼职顺便捞到了一份工作，自然是喜出望外，满口答应。
师傅也火速地搬了家，离火葬场更近了，准备在抬尸事业上再创辉煌。张主任的第二把火就是渐进改革停尸制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抬到我们这儿无人认领的尸体暂放个1到2天，主要也是多给相关部门一些时间，或许能找到家属，防止误烧嘛。按照张主任的说法，就是让那些人再多留时间一会儿。这新领导多少有点浪漫主义色彩，为此火葬场还引进了一批设备，打造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停尸房，昼夜开着冷气，阴森恐怖的氛围更加明显了。同时我和师傅的任务就更重了，几乎到了每天守夜的地步，就差把被褥子等生活用品给搬到火葬场了。但是可不照以往每次守夜都单独结算钱，咱们现在是正式工，是拿月工资的，次节是不存在的。好家伙，这么一想，张主任收编我和师傅，是不是早有预谋的呀？但是吧，师傅可不琢磨这些东西。自打成了正式工，他老人家的干劲儿可比以往翻了好几番。要说起来，咱们待遇确实也好起来了。就拿守夜来说，尽管不单独结钱，但是有特殊补贴的。另外，晚饭食堂也给包了，咱不就又省了一顿饭钱。不过我和师傅觉得万般好，人家老员工可要给我们蹬鼻子上脸。有天快下班的点儿，我和师傅处理完最后一具流浪尸体，顺便抬到停尸房，洗完后准备去吃饭，被一个绰号叫侯三的老油子给喊住了。他说刚来了一具被车碾烂的尸体，家属还在大堂哭，让我们过去给收拾一下，穿上寿衣。说着点上一支烟，准备去歇息了。我他妈气不打一处来，凭什么把他自己的工作推给我们？侯三见我没好脸色，便敲打起师傅。他用手拨弄了下师傅胸前的特殊运管处的牌牌，说道：“老严，咱都同事了，就当帮个忙嘛。”我呛话道：“那好，照以前给你们抬烂尸体是算钱的，你给吗？”这老油子开始滑起来了，说道：“发工资是张主任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又回道：“那都是拿工资的，你的事儿凭什么我们给做？”侯三显然被呛住了，把烟甩到地上踩了几脚，说道：“行，以后有你丫的好受的。”师傅突然服软了，连忙说道：“都是同事，别伤了和气，顺手收拾一下，不碍事儿。”说罢就拉着我又去干活了。我心里憋得慌，觉得师傅性子实在有点软。他解释说，这群老员工以前多少是看不起我们的，现在转正了，和他们一个档次，搁人家心里多少有点不好受，忍一忍，时间长了也就过去了。再说了，咱们也算是刚站稳脚跟，不宜起冲突，要不然以后被穿小鞋的时候多着呢。这一顿分析，我也没什么好辩驳的，就觉得别看老严头只顾低头搬尸体，但抬头都是人情世故。再说这尸体，那也真是一个惨，半边都给碾没了，血肉模糊的棺材都染透了。搁以前看到这场景，我也是要吐个七荤八素的，现在呢可没一点感觉。说实话，人家这不仅惨，家庭环境也一般，要不然为什么尸体直接给抬到火葬场，连寿衣都没给穿上？毕竟尸况复杂，去到殡葬一条龙公司，估计会狮子大开口的，干脆拉到火葬场简单处理，一把火烧了，捧回去好好的安葬。要是侯三他们也就草草了事，但师傅处理的极其认真，穿衣梳理洁净，
摆好肢体可以说给到了死者最大的体面，因而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。家属们在大堂里远远地看着师傅对着尸体鼓捣着，没有缘由的一股脑快步冲了过来。10来口人突然挤到跟前，着实把我和师傅吓了一跳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师傅做的那些细致活，人家是看在眼里的。一大家子冲过来，看到棺材里的至亲，半脸安详，衣服整洁，体面磊落，在场的无不痛哭流涕，仰面大喊，那叫一个感人。继而又都跪倒在师傅面前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师傅也慌了，属实没见过这种阵仗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我在一旁倒看得鼻子酸酸的，真替老严头高兴啊。随后我们把人抬进火炉里，所有事儿忙完了后，家属里来了个人，悄悄地给师傅塞了白事包。师傅推脱半天也没能拒绝掉，只好收了。那侯三在旁边看得咬牙切齿的。这时张主任走了出来，把师傅喊进了办公室。我感觉到不妙，这张主任不会以为师傅是受贿了吧？我等了好一会儿，师傅也没见出来，索性去了食堂，让掌勺师傅再热了热两人的饭菜。大约过去半个小时，师傅出来了，满脸愁容的，整个人也是霜打的茄子。完了，这估计是挨批了，搞不好要丢工作的。我杵在旁边，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哮喘吸入器紧紧地攥在手里，随时要派上用场。师傅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又开口说道：“小陈，你了不了解遗体整容？年轻人应该能理解吧？”我一下子也愣住了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理了下思路后，我说道：“给死人整容，那是殡葬业里入殓师的活，倒是听过，但没接触过。师傅，你问这个干嘛？”他没正面回答，只是摇了摇头，随后喊掌勺师傅开饭。张主任恰好走了进来，看了看饭菜，立马喊了声掌勺师傅，说道：“老严和小陈守夜辛苦，再加几个好菜。”然后拍了拍师傅肩膀，挎着包就走了。我满脸堆笑，目送李导离开，感到蛮暖心的。这张主任真不赖，师傅却不是很开心，闷头吃着饭。我想工作肯定是没丢，但收白事包这个事儿，领导指定提了个醒儿。按照师傅这谨小慎微的性格，怎么能开心得起来？不光如此，此后他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虽然对待工作依旧是尽心尽力，但感受不到最初的那份干劲儿。师傅整个人有些拧巴，咱不是要求他整天笑嘻嘻乐呵呵的，但天天绷着个脸，沉默寡言的也完全不对劲儿啊。难道师傅老了干不动了？还是说对于张主任那次谈话一直心有芥蒂，不至于这么娇气，经不住批评吧？趁着休息日也发了工资，我买了些东西上他家去看看。忘了说了，师傅搬家后租了个小四合院，里面有3间房，占据3个方位，其中最小的用来供奉跟回家的亡灵和洗澡，最大的他和师娘住着，另外就空了一间。他多次劝我也搬进来，但你们都懂的，而且我要是谈了对象也不方便呐。进了屋后，师娘正在小屋子打扫，说师傅不在，让我先坐会儿。我推开门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远远地看着客厅里摆着个大木板，上面竟然放了具尸体。我缓缓地走近，发现那具尸体没有头颅，全身也破破烂烂的，大腿侧边缝着线，手臂上也都是破口，胸腔上也不完整，可以说惨烈极了。
旁边还摆满了工具。你要说尸体搁在火葬场，我属实也不带害怕的。但这寻常人家冷不丁的出现这么一副惨样的尸体，任谁都要吓出一身冷汗，没昏死过去算好的。我哆哆嗦嗦地跑了出来，找到师娘，赶紧问问这是什么情况。师娘却捂着嘴笑了起来，说道：你这抬尸的小行家还害怕这个？他又解释说，老严最近琢磨起了遗体整容的活。那客厅里摆的是个人体模具，只是比较逼真而已，供师傅练手使的。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，还以为师傅偷了尸体回来呢。但师傅为什么要学遗体整容呢？师娘说也不知情，老严没对他讲起过原因。那天我在师傅家等到天黑，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了，趁着师娘去做饭的当儿，我问师傅怎么想着干起了遗体整容，是不是跟之前问我那回也有关系？我一副不打破砂锅不罢休的态度。师傅挨不过，不得已道出了原因。师傅说，那天看到一众人跪倒在我面前，心里触动太大了，那是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被尊重，同时又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能做到的太少了。要是我能修复那些破损极其严重的尸体，复原死者生前的模样，对于家属来说，不也是一件补缺最后遗憾的好事吗？师傅这番话说得我鼻涕眼泪刷刷的往下掉。真的，你不在其中是不会了解各种滋味的。之前我听人说，做和死人相关的工作要有圣人心，但我觉得圣人或许要求太全面，只要有慈悲心就好了。显然，在我眼里，师傅就是一个满怀慈悲心的可爱老头。顺便我提一嘴，有一些家属确实会把尸体直接拉到火葬场，不会去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的。我想大概也是为了省钱。此后师傅也没和侯三计较到底是谁的活了，看到尸体就上去帮忙整理，修修补补，搞得体体面面的。表象上看着确实挺好，但这里头其实问题很大。这就是我之前也说过的师傅变得拧巴这个事儿，其实一直都没解决。令人不悦的是，师傅还吩咐我，他在干活的时候让我去家属旁边立着，通过旁敲侧击提点一下，说师傅是如何辛苦的。说白了就是暗示别人给白事包嘛。起初我不是很愿意做这种事，因而扭扭捏捏的，还被师傅教训过。说实话，我自己都有点生气了。第一次觉得师傅搞这种事儿不是很对，到后来那侯三看不过去了，还他妈公然 diss 我，说什么你师傅在那儿累得满头大汗，你却在这娇柔造作的像个小姑娘，顺道着结了这个事儿。他屁颠的跑去找人家家属要钱，而且狮子大开口。那家属当时就不乐意和他理论起来。侯三立马说道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，死者为大，一辈子就这么一遭，哪有不愿意体面送走至亲的？这个钱都省，不怕遭报应吗？这一番话说的人家家属脸都憋红了，又看着师傅埋头苦干，尸体确实弄得体面，只好掏钱了。我心里却窝起了火，是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人家指不定就是为了省点钱，你这倒好，反驳了人家一层。况且师傅做这事儿征得了家属同意吗？说实话，正因为我爱钱，才特别在意这一点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嘛。要是让人家心不甘情不愿，被动式的掏钱，那跟去偷去抢有什么区别？
这么做迟早会出问题的。那侯三本就可恶，自不必说。你这老严头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这就是所谓的慈悲心变现吗？我深不以为然。而且师傅的拧巴相变得越来越严重，现在干工作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我和他的关系也逐渐变得有些淡了，甚至还拌过几次嘴。下班后我不再去他那里祭奠亡灵，擦擦洗洗的，而他对这件事也已经是一副极其无所谓的态度了。一直到某些事情的发生，我和师傅彻底的闹掰了。某天白班一整个上午都没看到师傅，这一段时间他老是这样，上午不见人影，下午突然闪现，紧接着就是忙个不停。不过今天倒很奇怪，火葬场也冷冷清清的，风吹过旁边的一大片竹林，都能听见叶子打架的声音，又像是些怪东西在叫老瘆人了。我正琢磨着这老严头跑哪儿去了，张主任突然把我喊了过去，递给我一把车钥匙，说是之前借给殡仪馆的，让我还一下。我二话没说，开着车就往市区赶，心想着待会儿还能去摸会儿鱼。结果人到殡仪馆就看到师傅了。他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躲在一边看了好一会儿才搞明白，这老严头跑这里来抢生意了。他有意识地躲着殡仪馆员工，又到处找家属搭话。别人不理睬的，他死气白赖地跟在后面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说实话，又可怜又可嫌的。师傅的形象在我心里又垮了一大截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，但仔细的一琢磨，这一切又好像挺顺理成章的。在第一次收到白事包，他就尝到了甜头，紧接着就去学遗体整容，搞强买强卖，甚至拉着我入伙。连张主任的敲打，他也是刚开始的有所忌惮，现在完全是没皮没脸了。我本来想上去跟他理论，但想到之前的几次拌嘴，也是不欢而散。我咬了咬牙，决定和张主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，哪怕是害师傅降职，甚至开除，我也不希望他再赚这份昧良心的钱。回到火葬场，我直奔张主任办公室。刚到门口准备敲门进去时，却听到里面有交谈的声音。我一听内容不太对劲，赶紧从窗户缝往里看了看，原来是有记者在采访张主任。记者说道：张主任，有人举报火葬场违规收费，您这边将如何处理？还有跟此前发生的死尸复活事件是否有联系呢？张主任听到这儿，表情极其严肃，喉结上下动了2下。他说道：两件事是否有关联，我们还在调查之中。违规收费事件目前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新招的2个临时工私自干的，与我们火葬场无关。接下来我们会对他们进行解聘处理。听到这里我都惊掉下巴了，这他妈说的不就是我和师傅吗？感情搞了这么久，还只是把我们当临时工，还是说出事了拉我俩背锅呢？我气得火冒三丈，要不是有记者在，我铁定冲进去揍这狗主任一顿。下午师傅也回来了，忙前忙后的一会儿都不肯歇，我都没机会跟他道出实情。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这老严估计还不知道，接下来咱爷儿俩要被扫地出门了。他还叫我赶紧搭把手。讲实在的，这会儿我可没这个心情，理都不带理师傅，扭头就走，躲到空闲地方睡觉去了。晚上好不容易得空不用守夜，
师傅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跟他回家了。好些日子没来，师傅屋里都变样了，房间里搞了些软装，还添置了很多大件电器，环境要好上不少。师傅看到我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没跟他啰嗦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师傅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”他回怼道：“我哪样了？”我说道：“我今天在殡仪馆看到你了，你在那儿干什么？”师傅愣住了半天不回话。我接着说道：“你在那里拉活？”这句话像是点着了师傅的屁股，他立马提高音量吼了一句：“你瞎说什么？管得着吗？”在一旁收拾的师娘吓了一跳，劝了两句，又找个理由出去了。正好我可以摊开了讲。我说道：“你搞遗体整容，我不反对，但你强买强卖，还纵容侯三私要费用，这不行。”师傅抄起茶碗直接砸地上去了，说道：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”我也来气了，直接怼道：“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不都是明摆的事儿吗？你还嫌吃不够，跑去殡仪馆拉活？接下来是不是要去医院太平间守着呀？”师傅气得满脸通红，又连连跺脚，3步并作2步，到我跟前直接扇了我一嘴巴，他嘴角都开始抽搐了，挤出几句话：“老子1没偷2没抢，做的是火葬场的正式工作，碍着谁了？你给老子滚！今后也别来这儿了，就当没认识过你。”听到这里，我也心灰意冷了。没想到师傅玩恩断义绝的，我冷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哼，就怕你这正式工没几天奔头了。”师傅晃动了身子，我说道：“今天遇到张主任接受采访，火葬场违规收费的事儿被人举报了。张主任顺势把我俩推出去，说我们是临时工，私自干的这事儿，下一步就是清退。您以为自己是正式工，到头来还不是被别人一脚给踹了？”听到这儿，师傅双脚一软，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了。师娘赶紧跑了进来。第2天是休息日，我窝在家里一整天，想着抬尸这个事儿是完了，和师傅也算是彻底的断了。我得另谋出路，再找工作了。对我来说，这也是家常便饭了。于是索性也不去火葬场了。但没过2天，师娘给我打来电话说师傅跳楼了。我赶到的时候，警察已经到场了。师娘说师傅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，今天没去上班，说独自一人出去走走。他家不远处有栋废弃的高楼，跳下去后过了几个小时才被发现。师傅的遗体直接被抬到火葬场，我给他收拾的脸不着地，面容基本没法看，都扁平了，眼珠子也被震出来了。可恨我自己不会搞遗体整容，四肢也都错乱了，里面的骨头估计摔碎了不少。我和师娘一起给他穿好了衣服，顺势火化。处理完后事，张主任罕见的上门拜访，还让师娘随他去了一趟火葬场。我察觉到奇怪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等师娘回来后，他才给我说是去拿师傅的一些遗物，还有一笔抚恤金。但张主任确实也问了几嘴，比如师傅临走前有没有说过什么话，交代过什么事。师娘照实的说，什么话也没有，什么事也未曾交代。师娘还让我给分析主任这么问是什么意思。我说这也是领导的套话，为了体恤下属之类的，但暗自觉得这里面有事儿，于是也问了问师娘，师傅出事前真就没什么征兆？师娘抹了抹眼泪，说道：“和你吵架那晚，深更半夜不睡，一直在嘀咕，说自己干了半辈子抬尸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
好不容易混了个正式工，就这么被人当枪使了。这些年没几个交得来的人，以前那个小严算一个，小陈你算一个，谁都能说他就小陈你不行啊。说到这儿，我鼻子一算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问师娘，师傅真的捞了很多钱吗？说到这儿，师娘直接给了我一大嘴巴子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，你还不了解你师傅吗？凭劳力以外的钱，他绝不会多拿一分。我低下了头，不敢言语。师娘接着说，这几天师傅嘀咕最多的话就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听到这儿，心里大吃一惊，断定师傅的死没有那么简单。拜别了师娘后，我想着也不能就这么离开火葬场，哪知道人家张主任反倒是自己找上门了。在办公室里，张主任问我有什么打算，我半天没弄懂，心想这狗东西不是要撸了我吗？张主任灌了口茶，吐了沫子说道，前阵子火葬场出了些事儿，现在呢都过去了，可惜的是老严走了。哎，要不你顶上你师傅的圈儿？我暗自吃惊，好家伙，你他妈这是来了个外紧内松，虚晃一枪。反正我也是要查查这火葬场的，留下来正好直捣黄龙。我挠了挠头说道，主任抬尸这事儿一个人可能干不下来，想当初我也是和师傅两人打配合的。张主任也是挠了挠头，说自己问了其他员工，没人愿意调过来。两难之间，他放话了，只要我能找到人，再招一个也是没问题的。这就好办了，我也不会找其他人，直接喊来了小严，就是当初师傅特别器重的那小伙子。算起来，我都该叫他声师哥。最近他刚服完刑，因为有前科，正愁找不着工作呢。我给他带了份最新的报纸，上面登着火葬场某临时工私收家属钱财，数目巨大，日前已畏罪自杀。小严十分震惊，得知师父去世，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我还给他说了师父的死有蹊跷，绝对不存在那么严重的问题，咱们要查一查，还他老人家一个清白。小严二话没说，直接和我去了火葬场。我和小严还是正常抬尸，这家伙真是个麻利手，面对一些腐烂的尸体也无所畏惧，胆子大，活也细，很有师傅的那股劲儿。有时候我都快跟不上他。晚上我们也不去别的地方，就回到师傅家，在那间空房里合住着。但令人沮丧的是，关于查内幕这件事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我们重点盯防的对象是侯三和张主任。侯三这人吧，一贯油头滑脑的，师傅死后遗体整容这活没了，他也没法收钱了，反倒老实了几分。张主任更是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，一时之间我俩特别沮丧，甚至在怀疑，难道真的是师傅自个儿的问题？与此同时，守夜这个活倒是一如既往的多。我还怕小严吃不消，直到有天晚上，事情才发生了重大转折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半夜3更竟然醒来了，脑袋昏昏沉沉的意识，将醒不醒的样子。这在我守夜生涯还是第一次。我揉了揉眼睛，瞧着小严在一旁睡得死死的，想着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又躺下了。刚闭上眼，停尸房里忽然传出了动静，隐隐约约的一些金属敲击声，时而有，时而又没有。我的心脏狂跳，身上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赶紧摇了摇小严，这家伙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床都吱呀作响了，他还没醒。
没办法，我蹑手蹑脚地起了身，又定了好一会儿，想再确认一下那声音是否还在。奇了怪了，过了老半天也没听到。以防万一，我决定去停尸房看看。摸出口袋里的手电筒，走到门口，心里紧张到了极点。我把门推开了一个小缝，突然间脚下一股凉气，我哆了哆嗦，往后退一步，想着这是停尸房的冷气，觉着自己在吓自己。仗着门缝，我把手电筒的光照了进去，扫了扫里面的床，上面盖着的白布轮廓映出一个人的体型，倒也没什么问题，这才放心了。脖颈后一直发凉，我赶紧把门关上，回去又躺下了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事儿跟小严说了，因为他全程没醒，自然做不出什么判断。但为了放心，我俩又去检查了尸体，确实没什么异常。休息时，小严突然脚底一软，整个人倒在地上了。我赶紧扶住他，这家伙脸色煞白，像是患了重病。我说怎么回事，他半天扭捏不开头。一再追问下，他这才说了，原来自打他守夜以来，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差，但因为要调查师傅的事儿，他就一直强撑着。我二话没说，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，这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体内检测出了大量的三唑仑该玛、羟基丁酸等物质，这些东西有麻醉或者致幻效果，能让人降低警觉性，说白了就是迷药。我人都傻了，赶紧也做了个检查，一样的我体内也有。出了医院，我和小严商量着，我怀疑我们是在守夜出的事儿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但小严有疑惑了，说道道，为什么你半夜能醒？我自己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，因为我是不耐药体质，就像我的先天性哮喘症，从小吃过各种药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不见效。这迷药估计也是对我使多了后，就渐渐地失去了作用。于是我和小严准备将计就计，抓这些狗东西一个现行。我不得不又祭出曾经立下大功的 GoPro 了。白天我找个机会进了停尸房，在隐蔽角落放好机器。晚上吃过晚饭，就和小严一起到停尸房门口躺下了。我本想着晚上再醒来一次，结果自己也是全程昏睡过去。他妈的，估计是被下了重剂量。而好戏就在第二天全部上演了。果不其然，机器里拍到了夜晚停尸房里所有的画面。这次倒没什么复活的死尸，倒是有两个活生生的人对着尸体搞解剖。没错，他们在摘取器官。而这两人，一个是张主任，另一个我不认识。主刀的应该是合伙的医生。我当即选择了报警，张主任等人被逮了起来，背后的所有谜底也都一一的被揭开。师傅确实也是冤死的。当初张主任上马后就一心想捞钱，那天看到家属给了师傅白事包，立即把师傅叫到办公室，500块的白事包他都能不要脸面的抽走400块。而后更是想到了利用师傅生财的门路，让他去学习遗体整容，好借机向家属讨要更多的白事包。这事儿侯三儿可在行，最多的一次直接要了人家2万。但是这个姓张的还不满足，又打起了尸体的主意。他不盗尸，只盗器官，于是又想到拉师傅入伙。但师傅这次宁死不从，左右为难之际，选择了跳楼。再后来，师娘整理遗物中找到了师傅的一个账本，
上面记载着师傅每次做遗体整容，收取的只是100-200的辛苦费，绝对的大头都是被侯三与姓张的瓜分了。了解这些真相后，我才真的懊悔当初误解师傅了。他自己心里对于强收家属白事包这事儿都是门儿清的，他的拧巴也是因为自己时刻处于不想为但又不得不为的地步，而让他配合盗取器官，则成了直接逼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小严弄不懂为什么师傅不把这些揭露出来，我想我应该明白，姓张的肯定是拿火葬场的合同，或者师娘威胁师傅，只要他敢声张出来，自己和师娘肯定会没命的。那迷药的事儿，其实也是因为姓张的看到师傅自杀后害怕了，不敢再轻易的拉人入伙，干脆迷倒守夜的人，还来得方便。最后姓张的因盗窃尸体罪被判了3年，侯三也因为敲诈勒索进了局子。我和小严也辞了火葬场的工作，各自谋生去了。时常我们也在师傅家碰面，来看看师娘，顺便照顾一下她的生活。